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邦老师，努力基 Sam。今天这支切地瓜的影片呢，是去年11月底去完我们这个 CB 大会师之后呢，我直接骑到日月潭伊达邵那边住了一个晚上，然后隔天早上开始出发的旅程。哇，这个日月潭的这个风景真的是有点百看不厌，对不对？每次来都觉得哇很漂亮。好，来到这个路口呢，就从台21甲接上台21了哇，这个小巴开得很快。今天的影片标题大家有看到是慢慢切地瓜，而且还是上集我只有切半颗地瓜呢，我就花了这个2-3天这样子。我决定要慢慢的骑慢慢的去感受它。那今天预计呢要走完这个新中横公路，那它其中有一段路线呢称为这个水里玉山线，水里玉山景观公路吧所以呢我就先来水里这一边这个什么水里冉冉店这边先吃一个早餐，然后呢待会再慢慢的从这个21线一路的骑到阿里山乡。好，吃完早餐之后呢，再回到刚才的路口，沿着这个台21继续往南骑台21线的这一段水里玉山线这中间很多的高架桥，哇，这个骑起来就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视野辽阔，心情非常好。唯一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就是呢，切地瓜如果你从北往南切的话太阳永远在你前面，所以就会有点逆光拍摄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漂亮。不过没有关系这个骑车能够不下雨出太阳就已经非常感谢了，是不是？哇，那个时候是秋天秋高气爽真的这个骑乘起来蛮舒服的。好，经过这边是和社，这可能有一点像雾社一样是以前原住民的部落吧，日本人给它取名字的和社。然后再继续的往南骑，一边骑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爱玉桥很特别的名字转过来之后呢，视野就顺光了。哇，这个海拔越来越高了。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休息点玉山观风景点。这个地方呢，就是公路局这边有特别整理一小块可以停车的地方，然后前面呢就可以直接来观赏玉山的主峰好，我们现在位置在这边，对不对？这一段的台21就是非常绕，非常绕，你就在这边绕来绕去，最后会到那个阿里山塔塔加那边哇，玉山在万山之中真的是如此这附近的山都非常的高我们这个道路的海拔大概都有2500到2600公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好好的观赏前方的玉山，这个尖尖的就是玉山主峰啦，好多人都爬过，对不对？郭巴大哥不久前也才刚去登顶，就是郭巴老师自己还没有去过了这个小小的休憩区我觉得蛮不错的，可以一次看到玉山的主峰、北峰还有北峰好，继续上路啦。这边经过的呢是这个栓儿民隧道。哇，经过这边海拔又变得更高了，看看那边的道路就是我们的来时路所以忍不住在这边又停了下来，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一下旁边的玉山。这整条路上都可以好好的欣赏玉山难怪叫做玉山景观公路。好，继续的前进，这一段呢是顺光的所以看起来这个山的颜色变得更加的漂亮了这样子骑乘起来心情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骑一骑又可以看到转角遇到美景，就想要停留下来再把它拍摄下来给大家看。在快要到塔塔加之前的有一段路呢，那一边的旁边视野很不错然后那个围墙是蛮低的，刚好呢就可以让我的 CB300R 停在路边，我就下来拍了一连串的写真集，哇，简直就是高山写真集，对不对？哇，这一次呢能够这样子来挑战新中横公路，真的觉得蛮幸运的除了天气很好之外呢，也要非常的感谢复合乐思提供我这个50升的防水包，很好用好，拍照到后来呢，这个云雾就上来了觉得开始天气有点阴阴的，就有点阴晴不定那还好是没有下雨。
然后往前移动了一下子，很快就来到了这边塔塔加夫妻树了。来到这边拍照留念的时候呢，刚好遇到一位大哥，他跟他的太太出来这个旅行，然后飞空拍，他就问我说：“那你昨天有没有去大会师？”我说：“大哥，你怎么知道昨天有大会师？”他说他的女儿昨天也有去啊，就是有这么巧的缘分啊。继续往前移动，一下子就来到了这边是塔塔加游客中心。好，我们看到右边哦。台21 144.3公里的终点，哇！我终于把它骑完了，哇！也有一点佩服我自己哈。昨天晚上从天冷那边骑到日月潭，然后今天呢骑台21这样子一路的骑来塔塔加。好，我们停车，稍微休息上个厕所吧。这边这个停车场蛮宽阔的，机车跟汽车都蛮好停车的。前面那边有猴群出没那很多游客都会围着他们一直拍照，可能觉得他们很可爱吧。Later。好，上完了厕所，那就移动机车再次的要出发。接下来的路段呢，就是台18线阿里山公路了。哇，骑到这边觉得前面规划的好像很漂亮其实左手边的路就是要往玉山登山口的地方哦，然后这一边是上东埔停车场。哇，如果我们的很多的观光区的马路都弄得那么干净，规划得那么不错，然后旁边的树木好像也都有修剪过，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旅游的品质高很多。哇，刚才那一段公路这样子骑下来，真的觉得蛮舒服的，很有旅游的感觉。来到这个休息点呢，是鹿林神木。一开始我还误会了它，我想说，这个神木怎么不是很高很大后来我想起来说，有人说要从这边的楼梯往下走才会看到它的这个真正的神木所以呢，就算我穿着车靴，还是走这个楼梯往下走了一小段路。哇，走到这边呢，就知道大家为什么是推荐，还是可以下来看一下鹿林神木了。哇，从这个角度看上去，觉得好高好大与其说它是一个神木，不如说好像一个建筑物的感觉真的是越靠近你越会觉得说它的巨大，甚至于会让你觉得有点心生敬畏，到了有一点点恐怖的感觉了对，我可能会用有一点害怕来描述它的巨大即使是我现在在剪片在看这段影片的过程我还是会回想起那个时候在现场看到它的那种压迫感，真的是蛮大颗的好，继续往前骑呢，来到了台18线91.1公里处那这边地图上有标示一个红块巨木911神木，那它就在路边而已那不是很好停车，而且在对向，我就没有停下来了。然后呢，继续往前骑，可能高度越来越低本来是漫步在云端，对不对来到这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入口这边呢阿里山转运站这边呢就进入了云雾当中了因为我们高度变低了嘛。哇，接下来走的山路就是有一阵子起雾，有一阵子没有雾这种很神秘又有一点虚幻缥缈的感觉。哇，大家看这边的这个雾已经变成白墙了，对不对前面那个可视的这个距离真的蛮短的，遇到这种状况呢就要骑慢一点难得来一次阿里山公路我就有设定一个景点呢，叫做德恩雅纳社区据说是这个台版的合掌村所以我很想要过去看看。就在刚才那个路口呢，选择了走这个小径要过去从这边过去的话呢，大概地图显示是10几分钟了那本来是有点害怕，想说哇，这该不会越走越没有路吧？因为前阵子台风又很大可是看到有那么多的那个汽车压过去的痕迹，就觉得说好像还是可以试试看。那我就耐着性子呢，很小心的慢慢骑，就沿着这个哇好有森林感的小径一路的往前。然后骑到这边呢，还会经过这个小铁轨就觉得说这条路应该是没有错。路上也有遇到行人他是来健行的一个大姐，我就问他，他说没有错，继续往前，最后就会到德恩雅纳。好，那我就带着信心一路的来前进啦。
来到这个路口哈，右边那边也是一个路，但是绝对不要下去哦。好，导航哦，你只要导德恩雅纳，基本上它是会找到的。哇，前面大家看那个树已经倒下来，然后他就只把中间那一段把它锯开来，车子可以过就好了哈。大家在画面上看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说哇这边森林很漂亮啊，还是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我在那边骑的时候啊，真的是有一点胆战心惊，而且很怕到时候中间有一个什么差错哈，你要整个回头啊。那个地图上显示是15分钟左右的路程，我大概骑了有30分钟吧，就是慢慢骑啦哈，小心为上。那终于来到这边啊，眼前豁然开朗，好像是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哈。这边真的有一点像世外桃源，与世隔绝。哇，这个德恩雅纳又建成这个尖尖的这种屋顶的房子，然后房子的颜色啊都有不一样的，蛮鲜明的跳色的这个设计哦，所以觉得蛮漂亮的。正当我以为啊，终于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个世外桃源的时候呢，我后来发现啊，原来有很多人都来这个世外桃源。原来从前面那个路啊，也是可以开车进来的，所以这边是会有很多观光客的哦，很多的那个9人小巴、12人的小巴，就从奋起湖那一边是可以直接走柏油路进来。好，那我就把我的车子停好之后呢，准备下来好好的探索一下这一个德恩雅纳社区。阿里山一带啊，都是邹族邹族的原住民他们的部落，这边以前就是他们的场域，但是后来他们搬到山下，想说要过好一点的生活，可是后来发现那边也没有特别好过，又想搬回来的时候呢，据说是世界展望会啊帮他们盖了41栋的房子，然后要求他们每一栋都要有人住在里面，所以你不能够拿这个来买卖啊，或是做什么出租给别人啊等等的哦。好，那在这边呢，难得的有一个咖啡厅，我本来想要进来吃一碗面，但是因为游客太多全部都吃光光了，没有面了。然后这边有卖面包的，也都被游客买光光了，咸猪肉也都买光光了，所以呢，我就只有这一杯爱玉可以充充饥呀。但是有还是比没有好啦哈。吃完了这一杯爱玉，觉得好像体力有恢复了不少，然后呢，就从另外一头呢，骑上去，准备往奋起湖那一边绕一大圈，回到阿里山公路啦。这一段小路啊，好像是叫做多林联络道，所以它有点像产业道路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汽车还有机车来说，都已经很好骑了。好，来到这个地方，感觉好像别人的影片有看过这里是多林公有停车场，好像很多人会来这边车宿哦。哇，这个云雾缭绕真的觉得好神秘，蛮漂亮的哈。这边也有登山口，然后我就继续的在这个云雾当中走着这个小小的山路来前进。走了一段路之后呢，来到这边就接上了169县道了。那这个路就变得比较大，比较好骑了。这边就会一直往下，就会连接到奋起湖那一带咯。说实在的，奋起湖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印象，我有来过哈。但是今天没有要往奋起湖老街里面去了哈，我还要赶路呢，是不是？所以就直接从这个169县道骑下去了。那人正要赶路啊，可是前面又有这个大巴哈，走这个小小的县道的时候，速度就快不起来。那你也只能够很有耐心的跟在他后面，大概时速20、30左右，就慢慢的走下来啦。好不容易来到这个路口呢，右转，再次的接上了台18线。这边呢就是有名的石斫，从这一带开始呢，就有很多的制茶厂了我来到这边看到前面有一个龙头大峭壁，然后它的右侧呢有很多的樱花树，哇，这边春天来一定非常的漂亮。再骑一下下就来到了龙头了这个是阿里山上的这个地名啦。这里也有 7-Eleven 龙头门市。再往下就来到了地图上看过很多次的细顶有机会一定要来细顶这边住一下，然后走走它的步道我是蛮喜欢观赏这个美丽风景的但是今天就要赶路没有机会停留下来啦。
那从刚才石桌那边一直到这边的细顶，都有很多的制茶厂哦。阿里山的高山茶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啦。终于来到了这个路口了哦。哇，这边呢不要继续走，要左转进入嘉129乡道。这边呢就是可以进入要切地瓜的经典路线啦，山美产业道路。那这个嘉129呢就是这样子，山美继续接下去，然后会变成新美，山美新美，最后再接到这个青山巷，青山产业道路就可以接到那玛夏了。哇，那因为这个一路都是下坡，然后那个路面不是很平嘛，因为它是产业道路，所以这后面的这个包包啊，它就一直会往前顶跳起来。所以呢，找了一个比较宽的转弯处我就停下来，活动一下筋骨，喝一口水，然后呢，也是重新的整备，也把这个包包呢，把它绑得更实、更紧一点，待会才可以更方便、更舒适的来启程。这个复合乐思的防水旅行包真的很好用。一路的往下骑呢，最后就会来到这个山谷了。那连接这个河岸两侧有一个小小的桥，这个就是新美大桥。刚过这个新美大桥的左手边啊，哇，前方就有一个感觉蛮不错的景观园区的感觉那边就是达纳伊谷，它是一个生态园区，那是要入场券的，成人呢是100块的清洁费啊。那我就不用进去了反正还在赶路我就在这个路上自己骑一骑，自己享受一下，然后呢有看到美景停留下来拍拍照就好啦。一边享受着夕阳，一边往前骑呢，最后来到这个猫头鹰，就会告诉你这边是新美产业道路了。哇，对着夕阳这样骑下去，觉得蛮浪漫的最后就来到了这个新美大桥我想很多这个切地瓜的车友们都会在这边拍照留念吧。新美大桥虽然它只是一个窄窄的，看起来有点旧旧的小桥但是对我们来说象征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呢，你有来过这边，就表示你是一个真正的切过地瓜的勇士骑士啦哇，就这样子缓缓的解锁了这个成就，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会再来那后面这一个路段呢，就有一点在修补中了不过还是可以骑的，就算是我一般的街车，也是很轻松的就可以过去。其实我们骑了一整天的路现在还在阿里山乡还在嘉义而已这边呢就是这个茶山。之前看过爱做梦的大叔阿元他的频道跟肯吉老王来这边喝咖啡吃爱玉我也来这边拍照一下。然后呢再来到这个路口很经典的，大家都会左转往这个那玛夏过去，继续切下去那我呢则是因为住宿今天定在嘉义大埔，所以我就右转往大埔方向来前进啦。因为之前经过嘉义大埔的时候呢，对那边印象很好，所以呢今天晚上想要在那边过夜啦。那这个青山产业道路呢，有一些地方落石是比较多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就要快速通过骑到底一个左转呢，就接上了台3线了，这边是大埔桥。哇，骑过这个桥的正中间在这个曾文溪的上方看到，哇，风景真是太漂亮了，忍不住又停了下来出来后面的台3线呢，又变成了这个双线的道路那就很宽很好骑啦。终于来到了大埔，这边刚好右边有加油站，就先把明天要用的油量呢，先把它补足，然后再回转到对面这个就是我订的今天晚上的住宿点，就是这个松竹梅民宿，是一个非常普通普通到我有一点吓到的一个小小的民宿，但是呢，一个晚上才1300嘛也不能太要求，这个整个感觉好像有这种山上阿嬷家的感觉，但是是独立卫浴的啦哇，东西放一放，赶快来去街上那个好好的吃一顿晚餐，因为今天早上在全家吃了面包，喝了咖啡，下午只有呢吃一小杯爱玉，然后呢都没有吃东西，整天在山里面真的是肚子蛮饿的。这一碗非常简单的炒饭，简直是人间美味啊！
今天影片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一次我切地瓜的时候呢，整个旅程当中越背越习惯的我们的防水腿包。那这个呢是柏林动机哦，他们的品牌 Goggenki， 整个腿包都是防水的，然后前面呢有一个扣环哦，那刚好可以把我们的手套哦，平常这个下车的时候就把它扣在上面，这样子很方便。然后呢，这边有一个魔鬼毡，可以把前面第一层有拉链的这一层呢，可以把它粘上去。那拉链这一层呢，里面是防水，那后面这一个夹层就没有防水了。哦，那你可以放一些票卡啊，哦，这些简单的证件啊，什么可以夹在这一边。那这个是主要的主带哦。那主带呢旁边也有这个魔鬼毡，方便你呢，扣上去的时候它自动会粘起来。这个设计我觉得还不错。那主带的容量只有2公升，所以就在皮包啊、手机啊，非常简单的东西哦。就可以放在里面。如果太大的话，就觉得有点突兀。如果你放这个保特瓶啊，它是关不起来的。好，这样子的一个防水腿包，我觉得还蛮简洁、蛮好看的。这是骑上车的样子，它的下缘呢还有反光的设计，还蛮不错的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